我是 June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2023年子弹笔记本。简单介绍之后，会给它来个笔刷实测。那去年选购的时候呢，我有说过要尝试购买使用其他品牌的本子，但最终还是买了 Paper Ideas。但是今年呢，我在百般犹豫下买了别的品牌的本子啦。今年是在 Shopee Pinedot 这家店买的。当时的购价是18令吉90仙，5令吉虾皮金币回扣当做补贴邮费了。我会把商家以及本子的链接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之后可以点击浏览，也方便你们查看实时售价。这款本子有5种颜色，但是当时只剩2种颜色可选。我选择了天蓝色，有种自由又保守、宁静又清新的感觉。它提供了空白、点阵、方格3种内页格式，而我依旧选择了点阵，绘画和书写起来会比较方便。它的封皮是属于硬面的，触感平滑，与 Paper Ideas 的几乎相似。同样是防水耐脏的材质，硬面封皮与内页之间留有一点距离，可以有效保护内页防皱褶。同时也有具备圆角设计，快取时不那么容易被纸划伤。一打开后的初始内页印有供使用者填写个人名称和重要信息的格子，然后就直接进入了点阵页。它点与点的间距是5毫米，深浅度适中，但和 Paper Ideas 的比起来，它的会稍微较深一些，不过是我还可以接受的程度。那这个本子呢，从里到外，哪怕是翻到最后一页都没有任何品牌标签，所以具体是属于什么品牌我也不太清楚。后扉页这里附有纸质收纳袋，可以收纳便签、贴纸、明细等。那我今年购买的这本是共有224页，不附页码，也没有目录。我本身是没有使用目录的习惯，所以页码对我来说好像也不太重要吧。至于它的平坦能力，我觉得是很赞的，不管是翻到前、中、后的部分都可以180度平坦，然后其中也附有2条天蓝色的书签缎带，只不过缎带比较细窄，较容易皱褶，不过应该不太会影响使用。纸张颜色的话会比较偏黄，同样也是可接受的。纸质是100克超平滑本白纸。那每次买新的本子，我们可以为它进行开张仪式，在书本后几页做个笔刷测试。那这个仪式是为了测试纸质的承受力，提前了解使用哪类型的笔是否会透页或者渗墨。大家可以只选择常用的，或派几支代表该笔型的来刷色，也可以像我一样把所有 brush、彩笔、荧光笔都在这里统一刷色。我这里会以单刷和重复刷色的方式来进行测试，这样可以更有效、更明显地测出纸张的承受力。我个人会倾向于把所有的笔在这里刷色，是因为我会把这2页当作颜色图鉴，日后要定夺色调或配色时，也会常常需要查看这一页，因为在不同的纸质上，也许会发挥出有些许偏差的颜色效果，所以就不厌其烦的通通都给它们刷色一遍。而且对我来说，这也是很疗愈舒服的过程，乐在其中。好了之后呢，我就会写上各自的品牌名称、色度编号等。然后就继续把剩下的笔类们进行刷色。因为之后会在本质上使用印章，所以就也在这里盖个章，测试看纸张能不能 hold 得住墨印。又或者像我一样偶尔会在子弹笔记中使用水彩上色的，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水彩的测试。先以颜料浓度高的，再慢慢稀释至水含量较多的部分，
测试看纸张会不会太过于吸水，容易皱褶，会不会起毛屑等。那这次的笔刷测试就完成啦。先来看一下左页的结果，单刷和重复刷色都没有出现透液。如果延时压放下去的话，就会看到一些色彩阴影，不过是还可以接受的，因为跟 Paper Ideas 比起来也的确是大同小异。这一页的话呢，水彩的部分完全不透，而且也没什么皱，印章的墨印也没有透液，只是会看到一些影。至于其他的就都不错，只是含酷 U 瓶 0.5 中性笔深色的会比较明显看到一些。不过我这里是因为重复刷色，中性笔通常也就只是拿来写字，所以应该也还好。整体的刷色结果都还挺满意的，纸质测试完美过关。综合各个方面，我为这款印面点阵本做了以上的小总结，仅属个人看法，提供大家一个参考。那今天的2023年子弹笔记本的开箱实测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不妨给我点赞以及分享，别忘了订阅和关注我，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与建议。同样欢迎各位提出你想看的设计主题或影片题材，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，一起做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一起研究